这是我认识的墨西哥好伙伴阿拉冈多，阿拉冈多。重要的是先说，坎昆旅游换墨西哥的比索最好到市里以后再换，我们在机场换时汇率稍微低了些。从坎昆机场到七字形的酒店区，提前约车是45美元，回程时酒店帮忙叫车600比索，折合37美元左右。2023年的调查，1/3的美国人一年中有2到3次外出度假旅行。微信朋友圈中年底外出的特别多，尤其是疫情以后，大家都想开了。孩子一放假，我们赶在圣诞节前就飞到了坎昆，因为圣诞期间的旅费和住宿几乎要翻1倍。和过去几年在佛罗里达的房车旅游、邮轮出行相比，坎昆躺平还是挺有收获的。视频后面我会聊聊3种方式的长短。50年前，整个坎昆应该和机窗外看到这片沼泽一样，非常原始。当时，坎昆曾是墨西哥政府认为最难管的不毛之地，因为这里是墨西哥最落后、最偏远、卫生条件最差、教育水平最低的地方。不过，作为旅游资源，这里有很多得天独厚的优势：温暖的气候、延绵的沙滩、悠久的玛雅文明和近代欧洲殖民带来的文化，都是吸引游客的卖点。达克做的视频《邮轮过夜客之都：佛州好莱坞》中，曾介绍了美国佛罗里达邮轮港口布劳代尔从沼泽荒滩发展为邮轮第3大港的历史。1971年，迪士尼在迈阿密奥兰多的主题公园经过4年建设，正式开门接待游客。佛罗里达的开发应该启发了墨西哥政府和国际资本对旅游产业的重视。1970年，墨西哥政府决定开发坎昆，不过当时居住在位于现在繁华酒店区位置的只有3名堪椰林的居民。1974年，第一批酒店和国际机场投入运营。为了吸引国际投资，最初墨西哥政府投资了9家酒店。此后，政府和国际财团成立了国家旅游促进基金会，联合开发坎昆的旅游业。如今，坎昆大大小小的酒店有1100多家，大型酒店有190多家，在七字形酒店区，几乎吸引了所有国际知名的连锁酒店的分店，在路旁依次排开。2023年，前往坎昆的游客人数达到了创纪录的2100万人次，平均每天有近6万旅游者在坎昆度假旅游。游客中有1半来自美国和加拿大。在坎昆还感受到游人中在北美的亚裔和印度裔游客很多，估计能占到1/4。通过朋友圈，居然看到有同学和朋友几乎同时也在坎昆，难怪有人说坎昆是美国人冬天出国度假的首选。从北美飞坎昆的航班很多，飞行不太累，从纽约到坎昆只需要3个小时，看完一部电影正好。坎昆机场是墨西哥最繁忙的机场，每天起落190多个航班，来回进出都很顺利。赶上旅客多时，边检要排一阵子。为了免去行李托运费，大部分旅客都只带一个随身的行李箱，里面装1周的换洗衣服足够。旅客去提行李的很少，后来在网上看到有游客说提取行李的时间花了不少。从机场到酒店，我们是提前在网上约了车，距离22公里，时间大约半小时，价格是45美元。电邮的订单很详细地告诉我们如何在出口找到订车的公司。这里是坎昆机场的出口，很多都是出租车招揽人的。我们出了酒店，很容易找到了接待人员，他帮我们协调了去酒店的专车。因为第一次去，提前约个车心里踏实些。后来回程时，酒店前台帮我们叫了出租车，同样距离收费大约是37美元。相比
约车的费用高的不算太离谱。有了这次经验，以后再去可以临时打车，机场外有很多出租车招揽服务。北美知名的租车公司在坎昆都有分店，机场可以提车。我们这次没有租车，住在妻子酒店区，门口就有公共汽车，24小时都有，而且车很多，不用等很长时间，车上的人也不多，票价一律12比索，不到1美元。不过车站没有站牌，车上也不报站名。墨西哥的公共汽车也没有报站名，也没有地图，怎么办呢？打开谷歌手机，盯着这地图，没有人找着了。坐公共汽车也是最接地气的体验。车开得很快，让达克想起很多年前北京的中巴车。到远处，我们订的是旅游团，导游和大巴车会到酒店接你。达克这次选择的是这家全包的酒店，在 Expedia 1000多留言的评分是 8.6， 价格适中。与新建的酒店比，略微显得有点陈旧，不过服务、房间设施、餐厅和海滩都还满意。晚上组织的演出活动也不错。不足可能是吃的方面，尽管选择也很多，不过达克的中国胃实在太偏好亚洲的饮食，没有尝试其他几个餐厅。而酒店的东方餐厅经常会提前排队，等候时间挺长，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中规中矩的自助餐厅解决。在 YouTube 上看到其他视频，有的酒店吃得很好，价格好像更贵。下次会仔细比较比较。住在妻子酒店区，方便的是室内和远处的景点能够搭配着玩。酒店可以搭公共汽车到坎昆市内逛逛市区，旁边的购物中心集中了各种名牌店。几站外是坎昆的玛雅博物馆，这些我们都用了半天时间，然后回酒店在沙滩上躺半天。远处我们去了2个景点，一是自助行有女人岛，搭公共汽车到码头，坐轮渡上岛，再花80美元租高尔夫球车环岛自己游。这就是墨西哥了，墨西哥了，一个岛，女人岛。岛的北端是一处玛雅遗址小公园，也是墨西哥最东端。岛的南边是海滩，开着高尔夫球车半小时就能南北来回，一天时间很充裕，也不累。另一天报了旅游团，每人60美元，由导游带着到了3个景点，一是奇琴伊察玛雅古迹，二是天坑游泳，三是巴利亚多利德小镇。是餐馆，卖纪念品的，卖纪念品的。费用包括午餐，是墨西哥风味的自助，不过和酒店相比差出好几个档次。在奇琴伊察古迹，导游告诉我们，坎昆是根据玛雅语的音译，原意是蛇的血，蛇的图案在玛雅文化中很普遍。这是一个蛇头，然后再上去这条蛇。另一处著名的玛雅文化遗址在离坎昆2小时车程外的图鲁姆，因为前几年我们坐游轮时去过，这次就没有再去。这些景点具体怎么玩，每个点都可以讲几期视频， YouTube 上也有很多攻略，就不在这里聊了。坎昆还有3个主题公园，这次没有去，每个公园需要1天的时间，安排在1周，时间就有点紧张，毕竟全包的度假酒店，如果在外面待的时间太长，有点划不来。做这期视频的时候，窗外一片白色，让达克更怀念坎昆的海边。1周待在坎昆，最大的感受就是非常适合躺平。过去几年这时候基本都在南边度过，开房车到佛罗里达。
搭邮轮到加勒比海。这次是在吃住全包的酒店，体验也很不同。坎昆是最省心的方式，我们几乎是在动身前2周决定的，订了票才做了些攻略，前期准备基本不费什么事，因为是从纽约直飞，不用像邮轮出行要提前1天到港口。气候上来说，同佛罗里达相比，坎昆的位置更靠南，海水的温度适合游泳。佛州一些地方12月底的水温还有点冷。我们在坎昆的1周，有云的天气比较多，没有下雨，天天可以在海滩上晒太阳。坎昆的沙滩沙子很细很白，据分析是由珊瑚稀化成的，所以太阳晒着也不烫脚。虽然各个酒店占据一片海滩，但整个一长条海滩都是对外开放，你可以沿着海滩不停地走下去。坎昆的海浪比较大，真正游泳的人不多，都是让海浪拍打拍打。所有酒店也都有游泳池，随你在哪里玩水都可以。沙滩也很充足，旁边是吧台和咖啡屋，可惜对鸡尾酒很无知，除了椰子味的，没有点其他的。下次再去要提前补课。住宿来说，酒店房间比房车和邮轮客舱要宽敞得多，房间里还有个按摩浴缸。然后它这个饮料是免费的，你随便喝，喝完了再去补。啤酒、可乐、矿泉水。对，然后它的阳台比较大，大家可以看一下，阳台比较大。然后我们对面就是购物中心。酒店楼顶是健身房和观景台。隔天晚上有真人表演，舞台下面是餐桌。我们看了3场表演，一次是魔术，一次是模仿迈克尔·杰克逊的演唱会，还有一次是玩火的杂耍。屋里的电视机从来没开过，因为空下来就是刷刷手机和在电脑上上网。在坎昆的酒店和旅游点，当地的人态度很热情。看到的资料说，坎昆86%的经济活动是与旅游相关的服务业。从走出机场，就有人不停地问你需不需要车，要不要参加旅行团，要不要纪念品。不过只要你礼貌回绝，当地人也绝不强买强卖。在这里你可以感到他们致富的渴望，也肯吃苦耐劳，这和中国的情况很像。我们在市区和酒店区看了看商店的物价，几乎和美国的水平差不多，好在没有什么购物的心思，对我们的体验没有什么影响。不过因为墨西哥货币升值，华尔街日报报道2023年让更多的美国人选择了到欧洲和日本度假。报道还说，为了吸引游客，坎昆的酒店和航空公司的机票费用都有所降低。坎昆酒店里，你唯一想的就是如何打发无忧无虑的时间。常看到客人直接点餐在房间里用，连餐厅都懒得去，有的则在沙滩椅上一待一整天，整个人完全放松。达克觉得这才叫度假。邮轮出行到景点下船，你必须去转转，有时间的限制，可以叫做旅游。开着房车转，时间更紧张，算是打卡。忙活了1年，年底外出还是最好找像坎昆这样的地方，直接躺平。